大家好，今天，好像每次开头都说今天，那真的就是今天，因为我的频道标题就写了机会教材。顾名思义，就我可能就比较偏向于说，我碰到了什么状况，我才会尝试着拍片跟各位分享。那今天应该要说，就是其实昨天就有征兆了。昨天的征兆就是在起的时候会觉得你时速过70、80的时候会顿，加速的过程会顿一下、顿一下、顿一下。一开始我是觉得，会不会是那个整流器又出状况？因为我的整流器是换那个留用别台车的嘛，因为进站的比较小颗，然后我有换比较大颗一点的。然后我想想不会啊，因为应该没有那么倒霉吧，那一颗我也换没多久而已，所以然后就知道这个状况以后，昨天回来比较晚就没有拆，因为乡下外面蚊子很多，也没办法拆啦。那就今天早上要载我妈出门，临时要载她出门，所以变成说赶快，因为我昨天就有这状况，我怕说载我妈出去的时候，等下倒霉掉下在外面，然后让一个老人家跟我他们推车也不方便，所以就很紧急的就拆起来看了一下，结果我一开始我想说是整流器，原来就是负压膜破掉，因为那个状况就很像我上一篇讲的，就是加速会顿，就那个负压膜如果有破损的话会漏压嘛，然后负压没办法建立的话会变成油针上上下下上上下下，有点类似那种感觉，所以我就想说先整流器先不要管它，我先看是不是化油器那边的问题，然后打开以后按照正常状况嘛，你要检查负压膜一定是打开以后你就是抓着负压膜把这个拉起来，结果这个我上一篇就是已经负压膜这个坏掉了嘛，上一篇就提到这个就是已经过度磨损，它没办法密合，所以说会漏气，那所以假设它有负压膜就对了。那我就是要拆负压膜起来检查的时候，就是拉起来嘛，结果我发现这个是我的油针，我的油针断了，而且很妙的是断得很漂亮怎么断的我是真的搞不懂。然后我有因为就是一定有把上盖拆开嘛，我的螺丝刀嘞，因为我有把上盖拆开嘛，然后正常来讲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嘛，然后拔起来以后我有去看那个油嘴孔里面油针也没有在里面啊，然后车子一样很好发动，你照理来讲如果油针断的话应该是断在里面，要么就是倒霉的话就是断掉跑到气缸里面那边去，但是如果有看我前几部片子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我前一阵子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气门被卡住，然后导致那个缸压降低，就没有缸压，就变成不能发动。那但是我回想了一下，那个是应该是说一开始是发生那个没有缸压，瞬间突然没有缸压，然后我就是用偷懒的方式灌点机油进去，然后一直按电发才发，让那个
因为你灌油进去会增加其他周边的一些密封性，然后利用比较大的钢压把那个脏东西吹掉，然后用完以后好了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薄片的积碳造成的。然后再来就是上一片就是这个的问题，这个造成跟这次状况很像，就是你加速的时候会顿，你会瞬间没动力又起来，瞬间没动力又起来。然后我今天看到油针的这个状况，我一开始我是吓一跳，想说，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断掉，导致它卡在气门上？但是现在不对啊，时间顺序就不一样啊，因为我油针我是上一次换的，然后积碳卡在气门上是上一次，那时间顺序就不对啊，所以我就摒除掉了，说是油针断掉的油针去卡到气门。那我现在比较纳闷的是，应该这样讲好了。我早上载我妈出去以后，整条路上试车是很顺，都没什么状况了。然后我也出门办了点事情，再回来，整个路程上车子都没有出现其他的问题。那我现在重点是，我的油针跑哪去了？因为以化油器来讲，要么就是卡在那个洞里面，就油针孔那个油嘴里面，但是我有看，里面没东西。我有拿尖的东西稍微去通了一下，里面是空的，没东西，所以油针断掉应该是没有在里面。那油针断掉会跑去哪里？就两条路嘛，一个往前跑，通过节气门进到气缸里面去。但是这么大的东西进气缸竟然没有造成损坏，也不太可能。我运气有这么好吗？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，但是你加油气流一定是往这边跑啊，所以往这边如果断掉的油针往前掉的几率是比较高，我的感觉啦。那难道真的就是运气这么好，它掉过去就没事情了？那今天这个状况，因为到目前是这样算起来是解决了，那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，如果真的，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有时候可能你负压膜有破洞，导致负压建立不顺畅，它有时候可能会瞬间漏压，就变成你的负压膜下降，油针就关起来嘛，所以很难去评断啦。我只能说，可能如果各位有类似的状况的话，希望大家不要碰到，因为我车骑这么久，化油车骑这么久，我也是第一次碰到油灯断掉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怎么骑的。那我就换回上一次，跟各位介绍说要用热锁淘弄的那一只，我先装那一只，因为那一只也目前也只有那一只啦。好，那装上去以后，到目前为止骑乘是都 OK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很简单的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